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对花莲光复来讲的话，那终于有一个算小小的好消息，马太安的便桥那终于接通了，好不好？那但是对于光复来讲的话，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路要往下走，那需要全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但是当你听到今天傅昆萁喊着王丽娜所有相关这些的时候，那所有人不知道会是怎么样想，只希望光复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对所有的人来讲的话，大概会在乎的另外一件事，辉达到底会不会还落脚在台北？这件事从稳当当的，就是煮熟的鸭子，但是它千万不能飞。尤其不管是在政治上面对蒋万安、李四川，或是对整个台北市、整个台湾、整个中华民国来讲的话，辉达落脚在这当然重要，但现在隐隐然已经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包括经济部都证实说，对，辉达有出来讲说，好，麻烦你盘点一下吧，你全台湾还有哪一些？什么叫盘点？全台湾还有哪一些地方？那是不是表示在台北有可能会生变呢？那如果这样的话，到底未来会怎么影响？那对台北市长蒋万安来讲，一定要是卯足了全劲儿，要把辉达留在这个地方。好，未来会怎么样？可是大家一开始会关心的，当然一样，就是对于黄章总召来讲的话，所涉及到是不是有所谓的狗仔们所有事情。如果照今天《劲报》的报道，《劲报》独家报。黄昌狗仔跟监偷拍没来，他们去爬书，包括林传媒啦、民报啦，所有这些过程当中，那他们所独家报道的一些，包括蓝白的一些所有的蓝绿白所有的一些政治人物，这家报道里面说，4个院长、3大秘书长、警察首长全部中招，这是今天《劲报》的报道。一善是，那他这样报道，黄昌健有回应这一块吗？他要跟你讲说，你们凭什么讲我拍了这么多，或是我的什么什么人？因为报纸是这样写的啊。黄国昌当然是没有说没有证据嘛，叫全盘否认但是偶尔来检调要做相关的调查，因为王继川已经提告了嘛，包含这些已经牵涉到国安问题嘛，因为警察首长如果被跟监的话，那当然是国安问题。因为如果你叫《劲报》的报道，这个不是人数多寡而已哦。是。而且这层级是非常高，是无差别的跟监嘛？那必须说，《劲报》今天是根据整理了林传媒跟民报的相关独家报道的内容，因为我们都知道嘛，黄国昌狗仔集团就是跟林传媒跟民报来做独家的合作嘛，所以他们把它爬书民报跟林传媒这2022年到2025年之间所有相关独家的报道，有牵涉到拍到照片的，他们把它整理列表嘛，从2022年到2025年4大院长、3大副院长、3大秘书长4大院长包含陈菊监察院院长嘛，苏贞昌、陈建仁、卓荣泰前后任的这个行政院院长嘛，3大秘书长、副院长就是林佳龙、李孟燕跟林佑昌秘书长嘛，这3大秘书长总共大家看一下，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总共35则的报道，我有算过相关的人士将近30个人，如果都是黄国昌狗仔集团去跟拍的，因为都是独家报道，都有照片为证，而这些照片根本就是跟监才会拍得出来的专业人士去拍的。为什么一般人有很多人是不知道名字的？譬如说，我举2022年国民党不要跑掉宜兰县长的林姿妙的女儿林义玲。这说真的，路人不要说读者报道、读者跟监读者拍到的林义玲是谁，我也不知道不要说别人，一般人不认识林义玲，大概很多宜兰人也不认识林义玲。我们这种政治已经混20-30年的人也都不认识嘛，所以会拍到这些相关的照片，表示就是跟监嘛。而如果是黄国昌的狗仔集团去跟拍，而给所谓林传媒做独家报道的话，那就是包含国民党的林姿妙的女儿林义玲也在里面嘛，所以而且还包括林炳文跟绿营大佬黄成国当然我认识
识啊，林炳文我也见过，但是一般人绝对不会认识这2个人呐，一定是狗仔知道他是谁，所以做跟监的动作之后所拍摄到的照片嘛。更何况很多人其实虽然是部会首长也好，行政院院长也好，你要拍到这些相关的照片都是非常的困难的嘛。所以时间长达4年的时间拍摄的照片，相关的人等将近30个人了，而且不分蓝绿白，通通都有。为什么说白的也有？今天呢，那个正好就揭露了这个独家没有在那个劲爆里面的独家这个林传媒的独家叫做柯文哲无保释放，却未返家，转赴黄珊珊家沙盘推演，这是林传媒的独家报道。这是第一次。对不对？就是柯文哲那个时候第一次交保的时候然后黄珊珊去载他嘛，载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重点是为什么转赴黄珊珊家这段绝对没有人知道了，因为黄珊珊开车载了柯文哲去哪里？为什么林传媒你会知道有没有跟监黄珊珊的车辆，而跟监的柯文哲去黄珊珊家做沙盘推演？这问题就大条啊！为什么？那时候他是黄国昌是民众党的立委啊。如果是听从黄国昌的指示，我当然中间有没有这个指示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同一组狗仔集团，而他接受了黄国昌的指示，他是民众党的立委，竟然是跟了柯文哲跟黄珊珊的行程，而给林传媒做了这个独家报道嘛。所以黄国昌当然要面对，他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民进党的这相关人士的指控嘛，他要面对的甚至是国民党也好，林姿妙也好，或者是柯文哲自己党内的质疑嘛。所以黄国昌这件事情你已经推不开了，到底你有没有做这些相关的跟监动作？而你在2022年、2023年你还说得过去，因为你是民间人士嘛。我怎么知道你要不要未来的前途规划可能要开征信社啊？所以也可以啊。如果你的人生规划就要开征信社，2022年、2023年你去做这些动作，我不质疑你，因为你叫民间人士嘛。但是2024年你已经是立法委员了，不要讲所谓的相关的刑责问题，包含妨碍秘密罪或个资法的问题，就说政治伦理的问题，立法委员可以去跟行政院长吗？立法委员可以去跟监察院院长吗？这当然不行，这是政治伦理的问题嘛！我怎么可以派狗仔一个立委派狗仔去跟监行政院长，去跟监你要监督单位的人士，去跟监另外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监察院，他也是一个监督国家运作单位的一个监察委员。这当然没有有政治伦理的问题。另外，你是一个党主席，2025年你就已经不只是立委阳春立委而已哦，你还是民众党的党主席。那民众党的党主席可以去跟监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吗？所以这政治伦理，你已经必须去面对所有人对你的质疑嘛。你到底这些跟监的目的，难道只是要查抽烟吗？难道只是要查红灯右转吗？难道只是要查公务车私用吗？唯一比较可以说的是公务车私用，但是说真的，红灯右转、抽烟也好，这个是一般人常常会犯到的错误嘛。你要用这么大的资源跟监了4年，跟监了将近30个人，而这种无差别式的跟监，大家问的问题就是你背后的资源是什么？你如果不只是要查红灯右转、抽烟这种小毛病，那这相关的情资，因为有人出资，你相关的情资就要交给他，而你相关的情资又交给了谁嘛？除了这些边角料被爆料这些小事情以外，到底还有多少情资，而背后代表的出资的人是谁？所以未来检调除了这个妨碍秘密罪跟相关的妨碍秘密罪跟这个个资法以外，它有没有国安法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的资金来自于境外资金，而这境外资金又是敌对的势力，那另外就是说你的资料给了一些敏感的人的话，这些黄国昌还会有国安法的问题。因为到底是不是黄昌总召，然后包括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跟监啦，所以我这样一些数字，因为他今天没有正面的回应像这样的一些事，因为不管是他任何人，或是像假设像国内有一些媒体啦或什么，他们本身就是有一些狗仔跟监或什么。
你如果要是用这样的模式去看的话，对，大家在问的是这样的资金，基本上可能也是个庞大的资金。你如果要是真的像媒体上说有这么多人要跟，不管是位阶啦这些啊，不管是不是黄国昌总召，任何人如果要这样跟的话，恐怕那个资源、资金各方面大概都不在少数。今天有很多人这几天有非常多人提了很多的一些质疑去请教黄国昌总召，但是回应的不太多。等一下，伟航可以回应一下，因为他有针对实力的，秘书长讲说他是不是要当，本来有机会当苹果的董事长这件事情啊，他有对实力提出一些指教，包括四叉猫讲到他有没有跟曾庆这之间有没有付那些钱，他有回应说他个人都不会出钱给曾庆这，包括经济部长也说他有被跟，但这一点黄国昌有回应，让你先听一下来。怎么看这被跟监这一点？的确是有疑似这样的情况，那是我的司机发现的。那司机发现以后有跟我讲，那后来我们也有去跟警方报司机啦，司机也有跟警方报案，然后也有备案。劲爆哦，我觉得一个新的媒体要冲流量哦，就好好认真做一些扎实的报道，捕风捉影，没有什么事实证据的基础。在那边编故事，真的没什么回应的必要。对于这段时间非常多不实的报道，我会权衡我的时间，采取适当的作为。黄国昌对抗民进党黑金贪腐集团的决心跟行动也不会停止。小雨，刚那段算是回应了劲爆讲说他们爬书整理完所有这些。有几大秘书长、几大院长，刚才黄国昌总召呢算回应吗？他说一个新媒体你就好好扎实一点，不要什么捕风捉影，那个算是一个正面的否认的回应吗？刚才黄国昌总召呢算回应吗？他说一个新媒体你就好好扎实一点，不要什么捕风捉影，那个算是一个正面的否认的回应吗？另外他说要权衡时间，针对很多不实报道，因为很抱歉，因为我没有办法分辨出哪一段是不实，哪一段是，他只说针对不实报道，然后要权衡他的时间，做适当作为，是什么？适当作为这蛮有趣的啦。我认为说黄国昌现在最大的关键在谢信恩啦，因为等于说他现在是自己的说法，他都是说我是这个吹哨者协会，我是这个接臂，那他就可以把这样的一套说法，就是他的资金来源通通都可以解释清楚。他意思就是说，反正我要接臂嘛，那我的这个吹哨者都是大家抖内还有包括我自己直播啊。但是我认为就是说他的话术蛮特别，因为我们现在锁定的是凯斯国际，因为包括王一川提告这些狗仔都是来自凯斯国际。所以他最后的关键是在谢信恩，因为看谢信恩他要不要像余文这样全部把他画一个防火墙扛下来，就自己扛，就是我自己我就是那个狗仔头，没有人指使我。如果他愿意扛的话，那当然黄国昌就可以做切割嘛。比如说他也讲反正我有这些料你们这些狗仔要不要写？然后这个也不是要去哪个媒体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的底线就是说，你们这些爆料不要破坏我这个我接臂的这个程序，他是这样讲好，那是他的说法。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案子调查之后，最后的一个关键是谢信恩。如果谢信恩他要供出一切的话，那到底是不是这个黄国昌指使他们这样做的话，那我认为黄国昌要躲就躲不掉。今天媒体上还有这一篇报道，这个刚刚的记者林俊宏嘛，对，俊宏不是从那时候接了很多一些东西，他说检调已经开始约谈狗仔集团霸占逃，狗仔纷纷退群，也就是说现在检调真的开始动。对，那所有的约谈，大家这些日子以来都很清楚，约谈的方式包括有从上下往下，有下往上的所有的约谈模式。所以照你刚刚那样讲，好，现在已经开始针对有报道，因为有人告了，对，我就开始谈的这些，希望能够知道后面的真相，你乐观吗？我觉得乐观为什么？因为有的狗仔不是已经反水了嘛？那我先讲今天的啦。刚刚那个龚明鑫龚明鑫，就我得到的消息是说，你知道他司机为什么有警觉吗？因为他司机跟张景生是同一个。
就是同一个司机，所以那个司机是张景森的那个案子，张景森就是有警觉，所以他就跟卓荣泰讲，卓荣泰就跟所有的阁员有先讲了一下，说有人跟就是最近有些，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狗仔，还是说有心人士，因为他不知道说你是拿着，当然啦，因为他说下来，因为张景森的那个司机，他去先甩了谢幸恩之后，谢幸恩就是什么下来，把他走到死巷子里面嘛，然后谢幸恩下来，然后就顾左右而言他这样子啊，所以他就知道有人在跟了，所以好死不死，张景森的那个司机没几天又再到了公明星，对，那公明星那天是有一个公开行程他公开行程是从行政院离开之后，他要去松烟，然后松烟出来，好死不死就是这个司机就看到说又是同一台车，他发现同一台车在跟，他就有警觉，所以呢，他就先去报了警政署，然后警政署就去看了那个车号，所以后来循线去追查说那个租赁的车子是那个李玉金，就是李玉金，就是跟王义川同一个狗仔集团的那个李玉金去帮忙租车的，拍王义川的那个4个人里头，其中一个啦，对，好，那太有趣的是说，我觉得就是后来去跟公明星的这些人啊，他一路跟跟到晚上跟到公明星上了市民大道，他还在跟，所以后来这个就他们觉得这个姿势体大，因为你不知道要跟到什么时候，所以他们就直接去报警了。所以公明星就说他已经报警嘛，所以他相信警方会再去查嘛，所以等于说他是。就我们了解，他现在已经不只跟了张景森，你还跟了公明星那你还不知道说行政院跟了谁只是说我真的觉得要给那个司机拍手，太有警觉了，对，不像黄明昭，你被拍了，你都还不知不觉，我觉得，而且还是警政署，对啊，你被人家大炮这样子拍到你手上的公文封，哇塞，你都还不知不觉，那干脆我们来。没事，好，那接下来呢，要讲的是说，那个刚刚讲那个《劲报》的总编辑，他昨天还讲了一些我觉得说今天我跟我刚刚那个制作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要拖台前的话，我今天就把这30几个我一个一个讲，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没有，我不会那么恶劣。这样吗？对，我不会那么恶劣。但是我赫然发现原来它里面最大宗的那个最大宗不能说买啦，但是最大宗是张思刚张思刚买不能说买啦，到张思刚否认嘛。因为思刚讲说他没有买，爆料5次啦，他爆料5次他算是里面大宗的哇，他从之前的李梦燕，然后一路到李俊毅，然后一路到柯建明，哇，他5次都他我觉得他蛮厉害的哈。那个《劲报》的总编辑说，这些狗仔他们有一个手法，就是他说他们都是譬如说这些政治人物，他们都有公开行程，像我们跑的时候，我不知道行政院他都会有公开行政院长的这个行程，然后副院长一直到秘书长，他都有公开的行程。那公开行程这个不是他们主要的目的，他们都从公开行程完之后接着跟，因为你一定会到那儿去，对，他就从那开始一路看你接下来。对，那我觉得比较惊人的是说，他说林右昌跟林右昌的那2个狗仔，跟王义川的那4个狗仔又是不同人。那我想说，天哪，这资金也太庞大了吧！你包括说这3年当中，这30几件30几件，如果说你每一个你都要花时间吧，如果你一组狗仔，如果让你王义川大概跟了9天嘛，如果你每一个都让你跟超过9天10天的话，然后你这30几件，而且他平均1-2个月就出手一件，不管你说他的料到底是有多烂比如说他可能只拍到什么牵手，或是拍到吃饭这些，你就可以做文章这样。那至少哇不得了他3年之中每2个月就出手一件这还不包括说没报的。我就想说哇，而且他狗仔又不同人的话，他的资金来源真的非常非常庞大。最后我要讲了因为现在已经三案齐发嘛，包括陈佑兴、中央社，然后还有包括王义川嘛，那对3案齐发。那另外我刚刚公明星有讲嘛，他已经去报警了嘛，所以这个也会追查。那今天看起来这个检调动作蛮快的了就说调查局的中和站去找了这个柯承浩律师，就是王宏威的前委任律师。对，那他就今天也去到案，他算是提供情报了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他这个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支线故事，但我们就不赘述了。但是说今天比较新的是说有人在网上找到，就说这个柯承浩律师早就已经在 PTT 把这个王宏威他们这边写超多的啦包括他把张凯维的什么薪水什么都讲出来。但是我觉得昨天讨论最热烈的是说
啊，这一篇呐，好，这一篇这个有网络上大发酵。他说，因为他就写了很多张凯维的一些事情啦，哈。然后他说，其中他讲了一件事，就是说张凯维，你们是不是把刘彦礼，就是徐小青的老公，请假打德州扑克的这件事情放到网络上去推播，把这个新闻放到网络上推播？好，那他说你主持王宏威有叫你打刘彦礼吧？那看到王宏威底下的人开始在转这一篇，我很怀疑爆料是不是他们？好，然后还说这个笑死了，转红王宏威就是就我了解，这就是张凯维啦。那你这件事情，我就这当然也是他，因为他就那个柯律师就是一直在抱怨说王宏威这边很小气嘛，要凹他嘛，然后不付钱嘛，就免费的最贵嘛，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就是看起来又要放大徐小青跟王宏威之间的恩怨啊，所以就故意说，哎呦，你老公打德州扑克哦，你见不得人家不知道，然后还把它放到网络上，那是不是又造成网内互打？所以我认为啦，王辉你没有再去好好处理这种你要凹人家这个律师，又是律师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杨明，我们这样讲好了，这几天所有这分几线来看，一个是黄昌，跟包括刚刚讲谢欣恩啦或者什么，这是一段，另外一段中间有联络到的，那你说包括像王宏威委员的那个助理，他的助理跟那再扯出包括联合报的前记者侯立安，然后他的助理跟谢欣恩之间，那有没有认不认得？这几条线是分开，大家本来应该各自发展，但是看起来中间也有一些会牵扯在一起的地方。这整个一路往下，那到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侯立安等于是直接公开出来，因为他发了声明，然后王宏威委员发声明，他就在下面再回，大家看起来是直接公开开私人的感觉。如果照媒体报道，假设有一个人是真的是有一批的狗仔跟3大秘书长、4个院长、部会首长，甚至警政署全部这样跟，先不管是不是谁跟，如果有人这样做，某种程度上来讲，对整个国家，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部会首长，都要面临这样的跟吗？而这个跟都没有其他的一些风险问题吗？我觉得这个要先厘清哦，就是说这一些跟的到底，比如说龚明鑫那个是因为他去查车牌，跟王一川的那个背后是同一个，这个可以证明说这2组是同一个。可是其他的就只是说因为林传媒是同一个人报道的，你就说是同一个。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推论。所以我刚才才会讲说，我们不讲是他们这个，那另外呢，而是如果有人对真的去跟了这么多，如果有人是跟了这么多人，这对一个国家来讲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吗？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哈，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对，如果真的，那未来呢？他的那个生意，这个集团的生意会络绎不绝啦。会有很多人打听，我要怎么找他们来帮忙跟我要拍的对象？因为他这次做出行情啦，这个谁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拜托你光讲一个，如果连警察首长他都可以跟。还不会被发现。请问那个警察首长有没有去报警？有没有去说，查一下是谁跟的？没有啊。这个是我们后面去推论说，那一年被跟的、被拍找到的照片有哪些？好，我们就举个，比如说刚刚这个小五哥刚刚提到这个王宏威那个去指控潘孟安的那个案件，那个案件里面，当然现在就也爆出一个案外案嘛，就是说。在那个对话记录里面，当然侯立安就是这位联合报的前记者，他在声明里面其实他是有提到一段，他有说他在跟这个所谓张凯维，他被指派去跟王宏威办公室接头之后，跟张凯维的互动里面，他有讲到一段，张凯维提供许多内部照片给我。好，那当然也有其他名嘴把他们的对话记录秀出来去说怎么样什么啊，其中有一段就讲到加热烟，对，好，就讲到说这边他就是张凯维说我们这边有拍到加热烟，好，这时候刚好就有人把这一篇就拿出来了嘛，这是2023年11月21号，也就是说在他王宏威报这个所谓的金屋长潘的这个案件里面这个之前他就曾经秀出他们拿到所谓潘孟安在抽加热烟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很明显，其实一看就知道，这个也是属于跟拍的啦，这也是属于跟拍，这不太可能是路过的路人，哎呀，这突然拿出手机一拍，这感觉就不是很像，尤其是晚上，对，晚上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比较是像跟拍，所以这个案子会不会是同一组？这
感觉就不是很像，尤其是晚上。对，好，晚上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比较是像跟拍，所以这个案子会不会是同一组？那张凯维跟这个后面的这个跟拍集团的关系是什么？我想这个当然后续如果也许潘孟安，因为他现在是用民事的官司先打，对，也许后面他就附带打刑事哦，吗？有可能哦。为什么？因为刑事他可以去打什么呢？就是打他要去，比如说你的诽谤的部分，其实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啊。那包括他的所谓的妨害秘密。你如何取得我的相关的资料或什么的？也如果现在他要做这个相关刑事的追诉，因为都在追诉期内，他要不要？那当然，如果他要做这个，因为你说像那个民事官司里面，他的揭露的对话记录只是针对你有没有查证的部分。可是呢，如果今天是刑事的部分，可能就会厘清出那个张凯维他到底是跟哪一个人接头怎么样的。那当然，你说因为扯到所谓柯成浩律师的部分，柯成浩律师因为他是王宏威的委任律师，结果他反水，他把大量的资料通通提供出来给这个王宏威的政敌去打。那这个对王宏威当然伤了，我必须说这个很伤。这个某种程度，我觉得林涛可能要提醒一下这个蓝营内部以后在挑选律师的时候要很小心啦。他笑不出来，不是啊，要给钱呐，要给钱，要叫人家做志工。因为一个律师，你通常你在打官司，你一定把你所有对你最有利，或者说最内部的消息，你会让你的律师知道的。所以这一块，我反而觉得王宏威最伤的其实是这一块，因为这些有很多是没有公开，甚至连法院文书都没有公布的。那这个部分的资料被外泄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像不管是张凯维他有没有，比如说你有没有去兜售这些照片或什么的，这个行为后续还有没有办法去透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厘清？这个我觉得王宏威可能还会被质疑一段时间。那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至少联合报这一组他是认定在张凯维这个角色，他们有另外一组人在拍，而王宏威也曾经秀出他们曾经拍的，而这个来源是不是同一组？不知道，目前还没有办法这个用完全证明说是同一组，但是可以证明的是张凯维有一条线啦，就说这条线是不是谢欣恩？这个是柯成浩的爆料是说他们是同一群，他们是同一群。那因为他们是属于原本是同一伙的，那这个时候突然反水的时候，那看起来这个可信度是高啦。可是后续要怎么厘清，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就专门针对所谓潘孟安的案子。那其他的，比如说像这边讲到说，到底跟了什么几个院长啊，几个什么？拜托，以前一周刊、镜周刊要说什么跟了几个院长，开玩笑，那个太小了啦。可是他们那时候跟不管一周刊、镜周刊那时候跟，通常是有人爆料什么什么事，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媒体人很清楚，大家都是这样。可是现在讲的这些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跟这些人，就像王一川讲的，他9天他也不知道到底要跟什么，或是跟了几天以后发现抽了个烟，然后这些事情，这个就是大家在讨论。我不知道现在如果你真的回头来看了，那两位包括林涛跟若芳两位在，若芳。如果真的媒体上讲的有这么多的政治人物、高层政治人物被这样拍，整个台湾社会会不会那种人心惶惶感觉？不是说我有什么事会不会吧？各位最明显出现过被跟拍的例子的是戴安娜。对，戴安娜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只是部会首长之间，因为你不知道部会首长他的不公开行程里面是不是有跟国家机密有关系的，我不知道。那包括中间跟的过程会不会出现有刚讲危险的问题？那可是如果这些先不讲证实与否是谁去跟，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中华民国基本上还是蛮恐怖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到处都有人会跟着所有这些的人物。王宏威委员是这样说，他说：“你们不要无限上纲抹黑，如果有资金，他也想养狗仔。民进党的人做坏事就无所遁形。黄国昌只要讲，一定会提到严若芳的民进党。来，这段时间很多诸多不实的报道，他没有说是哪一些，会权衡自己的时间，采取适当的作为，对抗民进党与黑金贪腐集团的决心跟行动，绝对不会停止，懂吧？”首先，我觉得民众党现在讲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跟收的行为嘛？他说，因为黄国昌曾经被跟过，所以要反收证。那请问一下，当时跟黄国昌的是媒体吧？那你反收证应该去反收证媒体啊？你怎么会是反收证？龚明鑫，请问龚明鑫有去收证过你吗？王一川当时有去收证过你吗？你的反收证的理由，我觉得第一个是胡扯啦。
包含说你未来的假想敌黄国昌，未来假想敌是不是有林右昌？是不是最近传出苏巧慧？然后那你去跟好，那监委这些监委们，那当然监委去滥用这样子的这个公务车本来就是不对。可是你这么多个监委，你挑了这几个，为什么？然后挑完了之后，你5月跟6月说要把这些废掉，大家不要忘了，3月份的时候。监委包含苏立琼在监察院里面，他那一阵子的职位是什么？他是这个政治献金法，包含说这个美丽不是金华城案件的委员，因为他们都有分组，他们都有分组。那你去跟这些，那因为3月份的时候，因为政治献金法，监察院罚了这个民众党的钱300多万，还没入了5000多万。那我跟大家讲，你看哦，像这个苏立琼嘛，他是这一次的廉政委员会里面的委员，是针对政治献金跟金华城案，还有一个林玉荣，有人知道因为田秋瑾是民进党的，大家知道嘛？那所以你说去跟田秋瑾，大家可能觉得你去找一个民进党的李俊毅，因为是秘书长也是民进党，有人知道林玉荣也是监委，那他跟林玉荣，大家也觉得问号。林玉荣，你这样讲对林玉荣也是个伤害。就在一般民众认知上，以这几个一般民众认知上面来讲，会觉得说，哎，林玉荣是谁？但是他跟了一个林玉荣，就是大家可能在监委名字全部拉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跟田秋瑾比起来，田秋瑾比较有名；跟李俊毅比起来，李俊毅比较有名；跟苏立琼比起来。苏立琼比较有名，那你跟着，因为林玉荣也是这次的廉政委员会查政治献金民众党里面的委员哦，他也是委员之一。那你可以说他们的根是跟这些事情是有关联性。我觉得在整个的上面来说，你用推的3月份有这样子查了监，然后5月份你就紧接着5月你就去挑了这些人来跟。6月份对他们来讲，因为你不可能说我3月份罚民众党被罚之后，我就说不行，这个监察院这样子不行，我要废除它，这不合理嘛？大家会觉得说查你们你就要把它废掉。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看起来就是3月，然后在5月你开始跟监之后，那合理化就是你看这些委员都是滥用这些公务车，6月他们民众党就提了什么废监察院，然后要把这些废掉。那在整个上面来讲，你的政治的操作，用这样子狗仔的产业链去打击，那还有你要打击了，包含很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这行政首长。可是我觉得用这无差别的方式，而且这也不是正规的。那你说如果未来这都是可以的话，那每个人是不是都可以说我要跟谁就跟谁？我想要说，哎，我的邻居真的是很机车，然后我想要给他一点教训，那我就是找人去跟踪他，这是可以的吗？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组人可以这样的跟通天本领这样的跟法，我跟你说，在台湾的政坛会很受欢迎，会有人不断的循线问说是哪一群人，我也要找他。那为什么呢？这个当然，我觉得洛方我们尊重说啊，民进党很高尚，都不会做这种事情。未来民进党内初选的时候，我们就等着看会不会有突然媒体报道谁被跟，那你就要说都是国民党跟的，都是黄国昌跟的，我们就等着看。OK， 但你看我们这样分好了，如果是媒体，然后有去跟政治人物，希望能够发掘一些有没有什么弊案，这是一种。是，但是因为这整件事情一路下来都是跟政治人物、跟所谓的媒体或是跟所谓的狗仔集团有没有关联性，所以才会大家讨论成这样。但你也听到黄昌就直接讲，包括赵少康也讲，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他就是去跟，而且跟是不是真的？大家就这样子比较不敢去所谓的违法乱纪啦，或者什么。黄昌有这样讲，赵少康好像也有这样讲。那这些词跟刚才所讲的，对国民党来讲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一块？因为未来蓝白合之间，那总是有人会讨论到这一块吧。是5哥，我先回应完进入我的论点了。其实刚才这个波基哥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他委任的律师，他律师在跟他交恶之后，能够把过去他委任的资料拿出来，我觉得对律师本人也很伤哦。这样以后谁敢委任你？那我觉得王宏威委员就好了。对，没有。那我也要提醒王宏威委员，未来在委任律师找律师也要小心。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一个律师跟你合作完，竟然是可以把你资料丢出来，那未来你还会
不会信任这个未来帮你打辩护的律师？所以我觉得这两败俱伤的事情应该是越少就越好。第二个刚才若芳提到，他说呢，台湾民众党讲说这整个的这个是因为这个黄国昌过去有人这个跟拍，所以他跟拍回去。但是以黄国昌主席他本人的讲法他是说这整个举措是为了对抗民进党黑金贪腐不停止。但是以黄国昌主席他本人的讲法他是说这整个举措是为了对抗民进党黑金贪腐不停止。这是他自己讲出来的话，所以代表他整个目的是希望针对整个民进党这些高官有没有涉入一些违反公共利益的事情来做举措。第二个刚才这个洛芳也讲说这个龚明鑫跟了这么久又没有揭发什么东西。他就是因为还没有发现他跟公共利益有关，他没有随便揭发他嘛？请问瑜哥跟龚明鑫的用意，前面总会有一个起头跟他，然后随便把他生活的东西爆出来，那我会觉得说 too over。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一把尺在那边。所以进到我的论点我觉得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在讲说黄国昌他有境外势力他有境外资金那我们其实很清楚，因为谢幸恩跟这一群人的关系大家已经很清楚，他也没有做太多的避讳。可是过去大家质疑的凯斯国际说资金是从香港来的，有没有任何一点的董监事的证据是跟黄国昌有关，而你可以提出来的？你不能每次都讲说凯斯 KC 郭昌，不是这样吧？你这样人民也会觉得说你这样瞎扯，因为太多叫凯斯国际的这个公司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在过程中为什么今天黄国昌可以讲出来这么大声？因为你质疑他的凯斯国际没有拿出资料你的境外势力、境外资金在哪里？第二层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刚才黄国昌跟赵大哥也讲说，到底这拍摄有没有违法？那我觉得两个层次，第一个拍摄有没有违法，第二个它的产出是否检验公共利益。我们看到这份资料，小玉姐这份资料30几个人里面，有高达85%是政府高层。也就是说，他没有给予一个没有权位的非没有权位的这些一般的老百姓说，我今天要跟。比如说，我今天要跟 ABCD， 我就去跟，然后我就去给他揭露，会参与的这种个人的隐私，这些都是有权位的。各位院长、政务委员、部长、监察委员，那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跟监案，我们可以发现监察院的监察委员是送他的宠物去美容吗？还是去剪头发、买便当？所以我觉得这当然可以给社会大众一个检验，就是说，到底你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他拍摄有没有进入民宅，私人的领域那是违法，但是绝对违法的。那他的产出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超出他的界限？所以我觉得这是客观可以标准。但讲回来我自己这30几件没有看到我的名字了因为我基本上我们检验，我个人检验比较喜欢用公开的资料跟官方的资讯做检证的角度，做检证的角度。我说怎么知道没有？那如果有人照片出来了，那媒体已经报了之后，我来做转译，就至少在媒体上它是可以受公平的。所以我觉得讲回来到现在，还是要用我刚才2个层次的标准来看，到底跟公共利益的高或低来做判准。我有点意见。来，我觉得这个林涛说法有点倒果为因他就说因为我们有拍到他中了几个，他就说有拍到李俊毅这个，所以这个跟公益有关。那你更多都是看图说故事。我认为说他这个跟我们媒体不一样的地方是，刚刚大家都讲了，媒体是先有弊，我们有爆料，我们就认为说有公共利益，我们才去跟，我们去查证。可是他不是，他这是无差别的跟那你现在讲的云淡风轻，那如果只有今天换一个话来说，如果今天是王义川派了一组狗仔跟着你呢？你要有公共利益对，这也不能进到我们家来拍。你也是政治人物你也是政治人物他是监察委员、监察院坐公务车，我坐我的私家车，我怎么样了？那车是我自己出的，保养也是我自己出的，司机也是。不是，你不能因为30几个你中了一个，可是他大部分人都是看图说故事。第二个，我认为说他最坏的示范，他全部都看，他很多都看图说故事包括说他讲那个什么邱志伟跟他的建商朋友吃饭怎么了，他就讲说带了一个气质长发女当女伴，然后还说人家双方互动亲密，那怎么了？那然后嘞？
然后小玉姐这边你要先证明这个是同一个集团。对，好，那好，因为他是林传媒报的嘛，好，那再来不能把林传媒全部都挂在。徐小新这个吴乃仁这个，因为吴乃仁他也没有党，他就是党员，然后是新潮流大佬，那你去拍了一个吴乃仁。可他跟谁吃饭？没有，那个关键是因为立法院正在表决，对，正在他是跟了吴乃仁，然后我会觉得说，那你在这上面来说，那王一川当时也是一个一般平民百姓啊，就是因为他可能之前比较有名，大家觉得抢救王一川他也有名，可是他还是平民百姓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如果你是媒体正规去第四权去做，因为有风声有什么，然后所以我要去深入追查是不是属实，来做一个跟监或者是来做跟踪的话，我觉得这个在媒体的第四权是可以，但是你现在是因为黄国昌，你为了有一些存档，包含你未来的政治敌手，或者是你要有政治让他们成为你的政治打手，都可以到处去用这样子一个方式的时候，那我会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合理的吗？来一下，要补什么？我要讲的是说正美还是要分清楚了。媒体去报，媒体负责任。那我今天要帮侯汉廷跟王宏威抱冤，因为他们都说读者或者是民众给他们的资料，结果他们被告的是王宏威，被告的是侯汉廷。那这不对啊！为什么是他们会相信这些资料的来源？媒体会去查证。媒体会去检索，那你政治人物去拿了这些狗仔料去爆的时候，是谁提供给你？而你那么确信去爆料，受害的是你自己。政治人物要对他爆料的东西做行为的负责嘛？所以王宏威判赔了50万，侯汉廷被告了嘛？那这些难道黄国昌都不用负责吗？或者是如果这些狗仔集团跟黄国昌之间是有联系的，而这些狗仔集团是媒体吗？就不是嘛。谢信恩本身就在中央社任职嘛，他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个报道是给中央社报的嘛，所以他担任的就是狗仔的工作嘛。而他跟黄国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嘛？我没有说一定有关系，我现在只推到了谢信恩跟谢信恩所带领的这一群狗仔集团，还有民报跟林传媒的这些相关报道，或者给政治人物的报道。而这群狗仔集团是不是媒体？不是哦，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对不对？而不是应该是王宏威跟侯汉廷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当然，他们也应该有责任。为什么？你们不应该相信这些狗仔集团嘛？你不应该侯汉廷不应该用4万块去买嘛，潘娜嘛，你自己付钱了，而且还要被骂，还要被告，这是你自己要负的政治责任。重点是最该负责是谁组了这一群人，谁组织了这一群人，让他们有勇气去跟拍所有的政治人物的行程，而这些4大秘书长、3大秘书长、4大院长，是一般人可以知道他们相关的行程的吗？一般人可以知道警政署长长怎样吗？是不一定知道的嘛，背后有没有一双手跟他们讲你去跟谁，这才是我们质疑的嘛。为什么我们现在怀疑黄国昌？因为这些人都跟黄国昌有过相关的恩怨嘛。等一下还会报道，这个起头还从2020年他就找了征信社，今天4叉猫爆的料，等一下还会谈到这一趴。表示你黄国昌即使现在没有办法证明100%跟你有关系，虽然只有一些简短的耐记录，表示你跟这些狗仔是有联系的。现在媒体还没有完全进报，还没有完全把资料掀出来，但是黄国昌你面对这些问题，他也没有否认他跟这群人的关系啊，他还说谢信恩是优秀的记者啊，他说那个租车的那个人啊。那个林玉金啊，是他的那个是他的助理啊，这个东西都跟黄国昌切不断关系嘛。而黄国昌一天没办法解释他跟这群人的关系，大家就会怀疑到他身上。而黄国昌，一直都说，2022、2023年你未来的志向叫做开征信社，你可以去做。但是如果你2024年、2025年还做的话，大家就要质疑你的政治诚信、政治伦理的问题嘛。来，伟豪，第一个，黄昌针对这些，刚刚有听到嘛？他说什么针对有不实的什么，他衡量他的时间，他会有适当作为，他平常作风是这个样子嘛？这整件事情好，刚讲他有明确回应的，有回应到实力，实力这一段是因为上报有一篇说黄昌曾经有机会当苹果的董事长，那实力的秘书长就接他这枚2期的秘辛。
然后呢，秘书长就讲说，黄国昌曾经有机会担任苹果的董事长，因为难以处理产权而未果。黄国昌的回应是：实力自己好好努力啦。过去这么多人支持，现在为什么变这样子？一天到晚还在写小说，没什么回应的必要。这个实力为什么会变到现在这个样子哦？大家都知道是黄国昌造成的嘛，啊，不过是打坏这个品牌，我们现在连党徽都要换掉了啊，因为黄国昌照片后面都是我们旧党徽，所以我们换新党徽。好，那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就顺着刚刚提到的买苹果。好，很多人会跳出来，怎么可能买苹果？没有那么厉害了，黄国昌凭什么买苹果？其实我们秘书长会讲这件事情啊，哈。我们秘书长是会通灵嘛？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当然是某一位建议黄国昌，我可以帮你买苹果的人，透过某个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现在的时代力量。也就是说，原来有一些黄国昌啊，可能把买给你的这样子的长辈，因为他的一些言行，现在跑来跟我们透露这样的消息哦，这样的状况不止一次。像2024，那我们秘书长比较早一点知道，他大概2023啦哈，2024哦，就王一川被跟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立刻做检讨，我们其实就已经知道了，应该是黄国昌派的狗仔去跟王一川。那个时候就其实我们内部传的讯息，就连名字都打出来，谢欣恩怎么样，还有其他名字还没有出来。我们秘书长提过某 H 姓记者。哦，到现在名字还没有出来，不是那一位，不是那个侯立安，不是那个，还有一个 H 姓的记者，还有一个 H 姓的记者，明报的，还有一个 H 姓记者。好，所以啊，这个大家知道的事情很多，那为什么我们会要放这个？我看你黄国昌有什么反应？大家知道的事情很多，那为什么我们会要放这个？我看你黄国昌有什么反应？因为黄国昌的反应重点，因为我们这个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瞎掰的话，黄国昌讲什么，那一位说要买苹果日报的人，他会听到看到，人家心里会想说，哎呦，你是这样子的态度啊！好，那当然了。这个后续我们是觉得，就这样，经常有人问我们说，现在剧情到底发展到多少趴了？进度条好像跑很慢。我大概2-3个礼拜前我说大概45%吧，那今天问我还是大概45%吧，因为剧情整理范围变得太大了，太多新剧本出现了哈，被卷入人太多。但是哈，像是今天的这个劲爆，他所提供的这个整理表，我这么借一下哈，我要谈的是这个2022的。这2个哈被现在认为就是林之妙的部分，宜兰的部分被认为是有打到的，早期算是有打到，因为这个是最早所有的这个起源最早，那他有拍到一些东西啦，跟拍林之妙女儿的等等的哈。其实我看到这个东西，我今天才豁然又想起以前时代力量的旧事，就是那个时候我有看到黄国昌夫人那个时候有发一个照片说啊，今天跟先生去宜兰骑脚踏车，我们在这边黄国昌在那边一直拍一些东西。最早的时候哈，黄国昌有想要搞一个国昌调查局，他刚卸任立委的时候叫 KCI 哦，国昌调查局做了6集节目，有点模仿那种 YouTuber 悬案 YouTuber，可是做一做后来可能效果不好，他就不做了。那他是不是慢慢从自己土法炼钢，自己本人都下去拍？然后接下来助理下去拍，好像也不怎么样，然后越来越夸张，越来越范围越大，到最后面人还养在其他的媒体里面啊。就我们所知，现在还有跟狗仔队相关的还在其他媒体继续服务，还没有出来啊。他没有像谢欣恩立刻就辞职了嘛？怎么样？好，那像这个就代表后续还会有一串人出来，就是大家讲嘛，是不是有2组人，或是？原来黄国昌用一组人，后来发现，他们老是拍一些什么吃饭啊、红灯右转啊，慢慢换到其他的一组人，有没有这种状况？因为上个礼拜5我们在开会又听到一个消息，就是2025年还扩大规模，所以今天劲爆的这边有2025年的这个出来，我们才赫然发现好像看起来真的规模蛮大哦。2025的规模就是已经可以去跟一拖拉库，正常人不会跟的监委哦。正常的狗仔谁会去管理监委啊？那些监委苏立琼，我现在在这里边讲不附图，大家会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爆到这么细？代表规模越来越大，它的打击面可以很大，我可以撒很多人下去。好，那最后面我们就是稍微反思一下，现在都还在讲说黄国昌你正在做媒体要做的事，这媒体为什么是这样去拍人家是可以，因为媒体会承担，可是黄国昌到现在都跟我没有关系，或他讲的很有技巧，我个人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我个人也不会付钱，我个人没有付钱，我个人没有拿去卖钱，我个人也没有付钱，切的好像是很干净，可是他又没办法直接切。我不认识谢幸恩，那一定会有很严重的回火嘛。就像王宏威现在对于他的那个张姓的助理或前助理吧，助理还是助理嘛哈，他也没办法切割啊。他还是要保护他，为什么？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可是这个助理有没有背着他在外面做那么多生意？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发展的可能性。要切不切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好，那我们拉回来讲，黄国昌搞的他是媒体嘛？一开始他真的还想搞媒体，因为他有民报，有林传媒。林传媒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秘书长有讲嘛，黄国昌的那些。他的徒子徒孙还在我们实力的内部群里讲说，有一个真正揭弊的媒体来了，这个跟国昌老师配合的怎么样，讲好像林传媒是国昌附设组织一样，在你们内部啊？对啊，他们在内部这样传讯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好友嘛，所以可以看得到。好，那发展到现在，如果跟到好几院的人，而且都是默默的跟，甚至是。像龚明鑫，因为驾驶机敏才发现，他越来越像什么？他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狗仔媒体，他像情治机关。他像情治机关。过去有军统、中统，这个是参统，他就指挥那批人这个我的政敌全部去拍啊。其实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之前有发生一个很细小的事情，王世坚就是有人问王世坚说，如果黄国昌跟柯文哲，王世坚说他都没有尊师重道，黄国昌的反应是什么？你王世坚有那个轮权的案子啊，40-50次了啊，不要以为我怎样怎样，他显然就是抓着你敢批评我，我就丢你的一个东西，他都已经不是公益了，这已经变到私益的层次，甚至说作为我个人的百官刑诉，我掌握了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危机部分啊，就像林涛。这个到底有没有？刚才跟你讲说，那里面都没有拍到他的东西，会不会有？现在我想很多人都会开始，这个我之前有没有跟国昌请过跟我对，没有啦，我们不是那种行政院长级的啦。对，这个就是问题。如果他人够多呢，能不能跟得到？但是我在那稍微补一个脉络，最近又公布了一批30年前的机密档案，当年就是廖北亚。去跟监大学里面学生知识分子，最新公布的一批档案，里面就是黄国昌当年被跟监。他当年身边有廖北亚来监视他 ，maybe 跟拍他。可是30年后，现在大家怀疑黄国昌是不是有派人去跟监别人，不觉得非常讽刺吗？所以我还是劝黄国昌好好反省一下了哈，不要去做自己当年曾经全力批判的事情。不过现在看起来，因为刚才杨明有讲，就不能因为爬书出来说这些人。然后媒体有报道过这些，就全部都说是哪些人，或者是黄国昌或者什么。但是最近，因为这整件事情大家还记得脉络出来吗？是因为王一川被跟完以后，他就跑去告了，告了出来一个不起诉。当然一般来讲就不起诉，那就不起诉了。没有，他是在不起诉里面开始去找资料，从不起诉里面。才爬出出来这么多人民跟像譬如说谢谢那个李玉金对那个李玉金的，然后跟黄国昌那有没有以前助理的关系类似这些，然后现在王一川又来了，他讲说那既然这么多，民进党里面有人说要组那个自救会，对啊，然后接下来王一川说那大家都跑去告。然后全部都去告完以后，不管起诉不起诉，大家再从那所有的资料里面再去爬书，是真的都要这样吗？可是这所有的对国内政坛来讲，到底会有什么样？大家也在观察着这一段。那尔虞我诈，或是你用这个，人家会不会也用，或未来都会是这样吗？可是除了这个以外，那时候刚才有提到柯文哲有没有被跟过？那因为刚才是易善吧讲说林传媒的那篇，柯文哲在第一次五保请回的时候。是直接驱车去黄山那，然后是不是沙盘推演？所以现在只要是林传媒报的，大家就有人就会直觉讲，这会不会也是当时跟？如果这样跟，那就怪了，因为这是包括立委跟主席之间的关系。
那这是有人这样推论，可是对黄国昌来讲，他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是跟柯文哲直接演了那段给你看吗？你跟我跟或所有这些，可是柯文哲的案子对于整个国内的政坛未来一定影响很大。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吧，因为现在到10月份，当柯文哲也已经以证人身份作证以后，整个案情大概其实脉络都差不多了吧。接下来应该就是快进入到言词辩论的时候了。言词辩论完以后，那再定一个时间就要宣判。柯文哲无罪、轻罪、重罪，所有的这些跟国内未来影响非常大。杨明看得出来一件事情，柯文哲最起码有一个底线在金华城。当然了，我如果金华城这条线失守，那就完蛋了，尤其是那1500那一块，那更不要讲了。这当然啦，这个你要知道，最近大家都在讲说，你看柯文哲承认了哦，妙天有给他1000万，给这个橘子推走了哦，那个谁帮他募了300万的哦，他有拿哦，那谁哦什么？其实那些柯文哲根本他不在乎，他不在乎。他当然检方为什么要这些去问？他主要是要证明你那个 Excel 档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钱，对。那当然，柯文哲也很清楚啊。可是呢，柯文哲回答的就是那一块1500，因为是跟金华城案是检方指控2块金流，一个是210万朱雅虎，一块就是这个小沈1500，这个11月1号哦，这一串的数字是不是有对价关系？那这一块，因为检方在起诉书是某时地嘛，那检方在法庭的攻防，自然而然。他得要拿出说，我要想办法证明这1500是金流。那对柯文哲来说，就是我要告诉你，拍谁哦，你没有任何的证据，这个证据力是不足的，所以两边的攻防就会聚焦在这个小沈1500。如果今天检方有一刀毙命的，比如说哦，拍谁哦。那一天哦，比如说假设啦，就是2020几年几月几日，你跟沈庆金有一个这样的会面，在里面那天哦，沈庆金还拿了一个皮箱有一个行李箱推过去是不是这1500就有？其实即便有这样的画面，都不见得能够把这2件事情连在一起可是呢，检方没有啊，所以我说现在只剩那个小沈1500的时候，对柯文哲来讲，他就是我叫站稳。我就是这一块，我绝对不能让你来攻破。可是老实说，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啦，对柯文哲来讲，就是说，反柯文的阵营是在打观感。就是说，你看嘛，你不是说你不拿钱吗？你看你这个妙天的1000万你也拿了，谁的钱你也拿了。柯文哲说这些我是用在选举啊，用在什么基金会啊，用在什么，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他不伤，因为他的支持群众会理解。可是呢，在司法上，如果那个1500被攻破，拍谁啊？柯文哲一审10年以上绝对没问题啦，甚至未来他要翻身都不可能。所以这一块是柯文哲绝对，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他的死线，绝对不可能。他如果被攻破，这一块就是柯文哲可能政治生命终结了。OK，小玉，你有没有现在才发现，原来橘子是买便当的？橘子买便当，而且便当对不用记账，因为他太有钱了。柯文哲说了，就橘子，其实他就负责买便当啦，所有这些。但是那个1000万也是他拖走的。对啊，很多的这些，包括柯文哲在证词里面讲的东西，会让大家会觉得，像 Orange 出国这些东西，觉得因为橘子出国很爽。但金华怎么解释？不知道。对啊。他现在看起来把橘子当做一个车手角色，可是我觉得有几个点不太通啦，就是说。因为那300万还是要交给周芳如，对不对？那是周芳如介绍邱清章来的，所以邱清章才进了这个办公室，然后看到他踩飞轮，进到市长室嘛，对不对？然后后来他拿了柯文哲拿300万之后就交给橘子，然后橘子再交给周芳如。那你一开始就直接邱清章拿给邱芳如就好啦，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哇，大风吹再转一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妙的好，那再来第二个啦，那就是那个妙天的1000万嘛，那他也说是橘子拖走，而且他不是讲说我是老板你怎么可能叫我去拖那个皮箱，然后把那个1000万就交给了李文忠了哈。所以事实上他现在看起来就是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是很想知道，那橘子你经手这么多间，那1500这个是不是也是橘子经手的？这个是我们想知道。那看起来他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是看定了橘子就是不会回来嘛，不会回来，反正他现在爱怎么讲怎么讲。你知道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们旁边列出来那个是通缉名单，橘子列在对。刚才你讲的旁边那个是通缉名单，橘子就列在那个地方。就你一直没有办法理解，橘子为什么要甘冒被通缉，被所有那些，我就是不回来。
子就列在那个地方，就你一直没有办法理解，橘子为什么要甘冒被通缉被所有那些，我就是不回来。这我觉得，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可以有生之年，希望有生之年是可以知道啦。那如果说你真的唯一，那我们跑他，大概我也可以了解，就是说，那他真的对柯文哲第一个是崇拜，第二个是太有感情了，因为毕竟他也是柯妈妈安插在柯文哲旁边的眼线嘛。所以我认为啦，就是说橘子如果说不回来的话，我真的觉得很大的一块啦，是不是他真的就是说跟他把柯文哲很崇拜，然后这个对柯家的一个感情，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点。OK，接下来是全台湾大家都会关心的这件事。台湾大家都知道，包括一直讲台积电啦，包括细盾啦、护国神山，所有这些。所以当辉达说要把总部摆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好歹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又多了另外一层。那所谓的细盾的感觉，就是有一个保障的感觉，因为尤其对台湾一直自傲的，就是包括我们的不管是电脑啦、AI， 所有这些在全球来讲是一个领先的地位。现在看起来，那当时都已经讲好，就是北士科 T17、18，现在看起来的话，好，柯文哲在自己的案子的时候，他就直接痛骂检察官，讲都是因为你们这些，然后就你们这些检察官搞到辉达都不敢来了 ，OK， 是这样吗？而这整件事情。那除了柯文哲痛斥检方滥杀无辜，辉达怎么敢来？那他说他是汉献帝，满朝都是曹操啊、董卓。经济部证实收到辉达的委托，辉达进驻北士科是不是卡关了？经济部指出已经接到辉达委托代表的信函，盘点包含台北在内符合需求的土地，包含台北在内，意思就是全台湾到底有多少是符合辉达要用的？那10月24号以前回复辉达。当然呢，经济部长那龚明鑫有说了，辉达当然还是最喜欢现在 T17、18的基地，其他部分算是备胎。蒋万安说，只要辉达总部选定台北，不管中央市府的地，对台北都加分，对市民都有利，会与中央一起努力。当然，因为本来都觉得辉达就是要在台北，就是要在 T17、18嘛。现在真的会产生变数吗？因为好，第一个赖清德总统直接讲的是说，辉达总部。他点头，赖清德总统点头出手，在民进党中常会拍板，中央全力协助，中央全力协助，但也没跟你说是全力协助在台北 T17、18，是一定要把它留在台湾。现在高雄在抢，台南有人抢，昨天连当然昨天连叶元之在节目里面讲也讲，其实新北也不错，不是你要帮蒋万安留在台北，你怎么会说新北也不错？那所有这些，当李四川开口说，如果辉达愿意，松南营区是蛮好的一块地，这是不是表示 T17、18生变是真的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变数越来越大了吗？那《工商时报》有一篇报道，辉达总部新售说他已经做了最大让步，破局关键在北市府，这是《工商时报》的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人士表示，新售一直全力配合辉达的要求。台北市政府的要求，现况发展并非新售的问题。此外，新售委托理律法律事务所跟辉达评估以后，这两边都认定这个案子合法，出具正式意见文件。但台北市政府依旧坚持会有图利他人风险，不愿意放行。这篇文章出来，意思是什么？蒋万安你不放，你不要，人家都说可以，这显然不是蒋万安他们这边放的吧？一定不是。那只是这篇文章出来，大家又把问题回头去看，是市府吗？罗志祥有帮市府回答这个，他说：“如果以现状要做移转地上权，民进党最开心，想要让下一个柯文哲出现，讲完就是图利，马上抓去关。所有这些已经发现，第一个，辉达会不会落脚在台北？会落脚在 T17、18？第二，会不会落脚在台湾？因为现在据媒体报道，包括印度，包括其他国家，一直也在抢辉达。现在到底会变成怎么样？我说这个问题本来都已经稳当当的，若芳。”本来都已经觉得稳当当，不就是在台北吗？不就是在 T17、18吗？我们也以为稳当当了。因为当时这个5月19的时候，黄仁勋就有宣布要选址嘛，然后他说啊，选定士林这个北投这个北士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实在太高兴了，那要来到台北。那在这个市议会的质询，在5月份的时候，也有议员问蒋万安说：“那你们现在跟辉达接触的状况是什么？”蒋万安那时候也讲了，他说：“饭还没有煮熟，锅盖不能掀，不要急着来掀开这样子的饭。”那结果到今天，
就变成辉达好像要去别的县市，我们每个人都傻眼，我们就问蒋万安说，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开议，下午的时候就问蒋万安，就说那你当时信誓旦旦说好像就是还没有熟，不能先开哦，感觉讲的都是全部都在他预料之中或者是谈判之中，那结果怎么现在感觉已经变成好像煮熟的鸭子已经飞走了？那今天刚好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当我们在问这件事情的时候，旁边有国民党的议员就说啊，那时候米根本还没有买啦。那我们就说那根本还没有买，怎么会有这件事情？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刚刚这个知情人士讲的这个部分嘛，那为什么会有传出图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先讲一下。柯文哲不要去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因为这整个的状况其实都是柯文哲当初你把 T17、18用低于市价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标给了新售，只有44亿而已，然后而且还不用投资计划书，所以当时没有人知道新售在这边要做什么东西。那这大家都已经骂翻了。那现在就是说，台北市政府去跟我们知道的啦，就是台北市政府去跟这个新售谈。好，那就谈说，那就是以目前新售他已经缴给台北市政府111年到114年，目前有缴的权利金，他还没有44亿全缴哦，他只缴了32亿多，然后还有这个土地的租金大概2.7亿。那我们就说，那以包含这些你已经缴了，然后再加上你的一些利息2.5%的，我们全部付给你，就付你40几亿，那你把它解约。那新售说不要，他要140亿，因为他要算150年的。那后面为什么有加了一个图利？就是据说在跟这个新售跟辉达在签 MOU 的里面，他跟辉达谈了130亿。重点是 T17、18现在叫做一片空地，什么都没有。那你的这个金额也只缴了32亿，你跟台北市政府违约要140亿，再跟辉达如果再要130亿，现赚200亿耶，现赚要200亿。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市长其实有一个时机点，其实是可以跟新售谈的，就是星光跟台新在合并的过程当中，他们要那时候之前不是合并吗？那名字就改了，那可是我们的合约其实是星光人寿，其实这个中间这一个时间点是最好，你再去重新跟新售，你要么就去重谈这个合约。然后去改名，然后内容我们全部改，或者是有一些那时候辉达其实就已经知道要来台湾了，是不是可以马上来做处理？但没有做这样的处理，合约其实可以去做处理的。所以今天为什么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在台北市议会上面，我们都非常就觉得说，在市政府这一块，为什么没有在很适合的时间点可以去做合约的处理？然后去积极的处理，那你反而现在让辉达已经去拜托经济部，那经济部对于这个赖清德总统来讲，其实他当然是只要留在台湾都是好的，不一定要留在台北啊，他可以去台南、去高雄，而且高雄为了这个台积电直接开了一条引道，就为了很多那。辉达，你到底有没有给人家比较好的 favor， 或是你去帮忙谈？因为本来是讲 T12嘛，那 T12面积明显不足，然后你还要去并旁边什么公办都跟那旁边那块地有40几个地主那要怎么谈？那要谈很久。所以我们今天在谈的就是说，你原本有时间是有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是可以重新跟新售去处理合约的问题，但市政府没有积极的作为，或是没有去照合约上面可以去做一个处理。帮辉达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你现在到了现在这个阶段，那地不够，地面积不足，那你现在让辉达说哦，那好，那我去别的地方，所以你才会今天被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市议会上面数落一番，说你居然让这个感觉是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让台北市民觉得说，哇塞，本来不是有，那蒋万安之前也信誓旦旦说饭还没有熟，不可以掀哦，然后现在一掀开里面是空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所以你知道，对蒋万安来讲的话，那一定要全力想办法把辉达留在台北啊。对，因为这对他好。你看，这大家讲的话，这个节骨眼上，你想想看，其他几都我印象中桃园好像也有说桃园也可以，台中就每一都都要。可是本来的这样，因为它牵扯到，就是蒋万安在行政上面，这个对民众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视点。然后王世坚这时候就批评他，你现在想出来，他已经有批评蒋万安，你没有处理这些能力。对蒋万安的严重性是，连今天下午是像钱惠珠议员吧，那国民党议员都直接说，如果辉达真的不在台北的话，
蒋万安也崩选了，李四川也崩选了，大家都崩选了。这整件事情这样，鸭子在嘴里都飞成这样，你怎么对民众交代？所以你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留在这啊。没错，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尽量留在台北。那我必须要讲说，当然会不会产生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影响，是会的。可是呢，要说就不能连任啦，就一定连任不上，我觉得多了，因为市政不是只有一项，经济发展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嘛。那可是我们现在讲，刚才先回答5哥第一个问题，就是桃园要不要？桃园有嘛？可是因为我们心很大，就心很宽，就是心胸很宽大。就如果台北要总部，那研发中心可以设桃园。那供应链因为26个供应链都在机场附近嘛，我们当然可以争取研发中心。那可是呢，这其实逻辑来自于 NVIDIA， 他当时候来台湾要设立总部，他就讲了，我要在北部地区。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国有财产署盘点了6个区域，5个区域到6个区域，经济部也盘点好几个区域，然后国有财产署还特别把台南放进来，高雄放进来，然后还补助说台南这2个地整合很难，所以也不可能成。那你放个茶嘛，你放就是在想说，哎呀，来台南来高雄在做政治的操作 ，NVIDIA 就说要在北部了，然后你国有财产署盘点一大堆高雄、台南，还说台南那整合很难。那你列干嘛呢？我就觉得说这是多列的，而且好像在玩政治操作。第二个其实刚才洛邦讲说，哎呀，现在啊这个2个公司合并啊，这法律啊最好介入啊，马上重签。如果有那么容易就好了。就我告诉你，今天讲这个人是谁好不好？游淑慧议员。如果有那么是国民党的游淑慧议员在公场上直接我不管蓝绿谁讲的，蒋万安说当时最好的一个时机，你居然没作为。我不管蓝绿谁讲的，我只谈法律的问题，没有那么容易。如果那么容易的话，今天包括赖总统昨天跟内政部就不会讲说，在核可地上权的部分，依土地征收条例的地上权设定法规面没有太大的困扰，他就不会去讲说啊，你那时候法律你就直接重签就好了，所以代表那不是一个 issue， 不是讨论的范围。那可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内政部现在讲说法规会没有太大的困扰，这是形容词啊，这形容词讲完。有谁敢动？赖总统昨天说会全力的帮忙，内政部说没有太大的困扰，那可或不可嘛？法律上是可或不可，不是形容词嘛？那你讲说，哎呀，那台北市就可以认定呢？那台北市认定，为什么你内政部不认定？那你要不要讲说台北市可以认定？他也不讲。所以他搞了一大堆形容词，就告诉你啊，是你台北市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民现在已经很清楚看到谁在把南部的因素，谁在把法规的因素来做一个检讨。再来，我要讲因为 T17、18原本是新售盖完直接移转嘛，原本在谈好，可是 NVIDIA 说它设计跟营造要自己来，那现在又刚才洛邦讲17、18，它要多100亿。绝无可能啦！我觉得新售我持平讲新售把地放在那么久的地方，放在现在还是一片空白。你告诉我们你要干嘛？你不能标完之后，现在好像在抬价嘛？我觉得民众不会接受我觉得企业要照顾的是市民的观感你不能这样子不行不是这样子那所以那你也只能请了他不然你能怎样？所以我现在讲他还有3年我现在讲第一个呢，内政部现在跟台北市在谈最后的地上权核定可或不可，我觉得台北市现在还是希望争取这一个可或不可。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 T12不是像洛邦讲的有40几个地主，今天李世川出来讲的，假设备案里面的2个，其中一个是 T12加旁边未单的地，加上旁边有整合，已经整合为3个地主，不是不可能，就看 NVIDIA 要不要。假设备案里面的2个，其中一个是 T12加旁边未单的地，加上旁边有整合，已经整合为3个地主，不是不可能，就看 NVIDIA 要不要。第二个备案是在松南3.3公顷的国防部年底要移转给台北市，台北市在都市计划里面的3.1公顷，加起来这6.4公顷。而且也在机场旁边，黄仁勋的专机下来之后，直接到公司旁边去吃个
夜市宵夜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限高，因为在机场旁边，以现在的设计因为限高是20层楼，大概65.5公尺，现在的 NVIDIA 设计的总部大概5层多。所以不是有太大的问题，我是希望若邦他身为一个台北市议员，希望的是促成，而不是阻碍啦。我们都希望促成，在这个台新跟星光合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求了连唐凯，就是我们的法务局的局长，赶紧去研究这一份合约是不是可以解约，因为他要更名嘛，因为他上面还是星光人寿啊，他已经改名了啊。连唐凯是说，这个是有机会，他研究完了有机会。有机会的时候，最后他又在讲说啊，这个程序，然后现在星光就用一个讨假波，就说没有，我们这个台新星光不一样，我们都还是同一个集团，用这样的方式让连唐凯说他们没有要做一个更名，但其实是可以的。当时我们问的时候，连唐凯是告诉我们说，法务局长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在换合约上面是有机会的。那为什么不做？那你为什么要顺着这个星光人寿，然后再来 T12 旁边这边原本40几个地主，现在变成3个地主？那还有卫单，那卫单这后面还有一个整合的部分，那这个都会拖到原本是已经如果可以设定地上权的这个部分来的还要再困难。那你说中央部会？今天还有国民党议员就说，要不然140亿叫那个赖清德叫中央帮我们出这140亿，中央为什么要帮忙出这140亿？我们整个是问号那你的地上权他们已经有送了。他们送了，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是知道 OK， 那你这边核定全部送上来，基本上中央对不对？没有，他还没送进议会，他是要先去问中央内政部可不可以，才要再送议会。所以我们目前今天开议，我们也都还没有看到。那内政部这边已经来讲说，这个你之前7月份跟9月底有送了一个，我们9月底已经回了，那你只要这边核准，议会这边核准。基本我们这边中央部会都不会有问题，所以那你台北市政府是不是要送进来台北市议会？那我们也等，因为今天开议，我们就等今天把它送进来。我只有很简短的回应现在若方希望的是台北市政府不管所有的争议，直接设定地上权。其实若方希望蒋万安变成柯文哲第2啦，他就是说到最后你设定完之后，赶快台北市议会这个翻脸不认人，又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图利一个财团？你这样子就算是外资都这样，不用这样子啦，送内政部核定，哪有所谓的图利问题啊？内政部好不好？请问一下，柯文哲当初这个案子有送进来吗？哪一次没有送核定？到最后还是被你们拿出来说是不一样的。那你不用怪我们，金华城案从来没有送进议会核定，好不好？然后新售这个没有提出投资计划，是已经全部标出去完了，结果大家在审核之后发现，怎么会没有投资计划，也没送进台北市议会。那你说今天这个，我们就是要让它变成柯文，不好意思，我们只希望说辉达能够在台北市有一个落子，让台北市成为一个 AI 的都市。那台北市的民进党议会党团就公开讲，蒋万安不用担心，只要你有任何一个图利的被内政部认定图利，我们所有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都有罪。解了，不用台北市议会，因为今天是所有包含国民党跟民进党。希望蒋万安至少你要有作为，你把东西送进来，我们做审核嘛。因为只要议会今天3读通过，就是议会共同的决议啊，共同的决议。那你要不要跟国民党讲说，我们今天议会共同决议，国民党也一起担？他送出去就已经合要不要？杨明，我刚刚脑中就想起一个旋律啦，本来应该匆匆庸庸游刃有余，现在是你要学世间各个动作，连滚带打，没出息。就是说。本来确实大家都觉得好像是都搞定了。对啊，那确实我觉得如秦慧珠议员说的，这个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基地留在台北，不管在哪一个基地，你没有办法让辉达留在台北。其实辉达相信他是对台北的这个意愿是高的啦。当然最后就是中央地方合作啦。那我觉得现在再去讲说什么那个当年怎么样，其实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就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10月24号以前。这个经济部会给辉达一些参考的用地嘛？那现在台北市比如说现在李四川也说要在这个松南营区也不错或什么的。当然关键点还是辉达本身的意愿啦。今天台南也要，高雄也要，桃园也给，台中也说我们试看看，新北也说我们来争取一下，每个地方都会想要辉达。可是辉达当初为什么选 T17、18的
关键原因，我觉得大家还是得要把它拿出来，就是说那个这一块地的条件，为什么辉达会想要？那如果他这个没有办法的话，后面的备案哪一个会是他最优先的？我想这才是解决问题啊！今天不管中央地方，就像李四川说的，今天如果最后辉达留在台北，也不只是蒋万安的政绩，也是赖总统的政绩啊。今天我说现在是我们要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哦。有可能辉达最后，如果今天他是不在台湾设总部，他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不得了了。因为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媒体报道，印度也在争啊，没错，很多地方都在争啊，没错。所以我相信了黄仁勋他这个某种程度啊，人不亲土亲，当然就是他对台湾有一份特殊的情怀，所以这一块我相信哦，我们也不要分什么蓝绿，什么中央地方。赶快把这个，如果大家认为辉达在台湾设总部是一件对整个国家是非常有正面的，对整个 AI 产业，对我们的这个科技业非常重要，把它想尽办法，哪一块地不重要，赶快处理啦。OK， 但赵老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这件事情，这篇报道，我跟你讲，这篇报道绝对不是台北市政府发的，你一看就会知道，因为它的全文等于是在告诉你什么？这一段我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他说。新售委托理律，然后还有辉达评估以后，双方认定合法，出具正式文件。一般如果有什么的话，那通常有一种解决模式是，好，比如我们这家公司，我就请一个就是束缚众望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请他出一个那正式意见。我们整体评估完以后，觉得没有图利罪，没有什么什么一切什么什么文件出去。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新售找了理律，然后辉达也都评估完，都告诉你说没有你们讲的会有图利什么什么的风险。这篇文章他等于就是要把所有东西都推给蒋万安的意思，就是说蒋万安，人家都已经写来这么正式的了，那你为什么不敢直接拍板电？这篇文章我客观说，他应该是要告诉你，那问题是出在这。可是蒋万安一定有他的考量嘛，只是他的考量现在来，我要第一个。如果照这样，刚来宾所讲的，要设地上权这些有没有图利什么？中央核完以后，但是台北市政府提出来，中央也要核，然后送议会，然后议会如果3党，这时候大家记名，没错，然后大家来看谁不赞成这件事，麻烦你举手。这个案子有这么复杂吗？如果要是议会全部都同意，对，如果有问题，全部抓进去。可是如果大家都从中央核定到这，全部都是这样。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这个主要还是牵扯到，就是蒋万安，你之前这段时间你到底做了什么？因为人家会放这个东西出来，应该是要戳你一下，代表一定是要戳你的。对啊，就是代表你前面这边你没有做出一些实际有意义的动作嘛。那我就讲哈，当李四川还在提 T12，提松南一区的时候。这个就代表就是他们自己心中都还在设备案，而且是有可能生变啊。而且这些备案显然就是根本不到备案的备案，因为都太小了。即便是松南都太小，那都只有3公顷多，都太小。原来如果把中间那条 T17-18那个巷子取消，那有9公顷啊，8公顷多还9公顷。哎呦，这么大的地方，说穿了啦，大家也都摸摸自己良心，也都知道，就是台北市外才会有这种地啊。包括新北，包括桃园。如果说要离机场近，桃园就有机场，这不逻辑问题吗？那再来就像那个新北市长，他直接讲说 A9 旁边那一块，原来是6专是媒体园区嘛，不要了啦，反正也媒体想去，没有媒体想去，干脆就直接开发。对，这个都是大家最现实。那为什么现在桃园不争？新北不争，很简单，给蒋万安一个面子嘛，就跟林涛刚才态度一样，给蒋万安一个面子，让他去处理，因为这个是少主如果他处理不好的话，这个影响到接下来国民党的命运啊。但问题是，蒋万安你之前人家浩浩汤汤的开了一个记者会，哇，我们要在台北设了一个这个，从那个时间点到我们现在讲的 NOU 破期这个时间点，蒋万安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跟大家讲，说你们这段期间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这个法律的嘛？那议会才刚开议啦，东西可能都还没有送进去。你至少可以说明，我们做了这些评估之后，虽然他们跟理律啊，还有辉达那边找的保护人家评估没有图利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以下 ABCDEFG 到底哪里怎么样？那我们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是什么？现在所有的解决方案只出在大家受访的嘴哦。李士官都没到，我们有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怎么样？这个没有到议会报告，让它化为一个专案报告的文本出去，让大家说这个是怎样，然后我们从这个上面去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这凸显了一个问题，扛责任。首先，蒋万安你要先扛嘛。
要把这个 T17、T18 凹到过为止。好，这个我们接下来研究怎么凹到过，我们就冲了。蒋万安就说我们冲了，我们中央就冲这点，或者是T17、T18我们不碰。我们现在要冲的是替代备选方案，北市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清出来给他。如果需要国军的地，需要中央地，我们去跟中央谈，中央提下。可是这个现在不知道啊，对，都活在他们的嘴巴。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卡勒的僵局就是蒋万安你要自己站出来，我的态度是怎么样，不要就是记者问一下讲一句，新闻出来什么就讲一个什么锅盖先出来，这已经不是锅盖的问题，锅盖都炸飞了。锅盖都炸飞了，所以真的时间压力会在蒋万安身上。来，小玉，我今天听他们讲了哈，就是为什么辉达还是比较 prefer 在台北啦，因为重点是说他这个是海外据点嘛，那你有些员工他可能要来，他还是希望可以读那个美国学校啊，或是什么的，所以那这个台北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他还是比较就是说希望在台北。那刚刚大家讲那么多，就是说到底这个台北市议会要背书什么呢？那就是背书，因为大家知道嘛，现在解约，昨天那个新寿这边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嘛，他不是说解约他还。不管是台北市，现在双方推来推去啦，不管是台北市估算还是新寿自己估啦，他就是要140亿嘛，140亿。那问题是说这个若方他们在这边，你们这140亿你们背书得下去吗？应该不可能吧？因为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企业。就是刚刚领导讲那么多，你还在请了他啊？因为你还是拿他没办法，因为人家就是于法有据，那你还要再去算柯文哲的账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民众党最没有资格出来讲这些话。你当时还没有出来讲，我知道，他有讲，他说当时又不是我们不限产业类别，辉达怎么会来？对，我觉得你怎么会有脸讲这种话？如果当时你还是坚持是科技产业的话，因为那是北市科啊，你就不会有你就不会有新售进来的问题啦。那现在还没有跟你算。那个 T17、18又要回过头来，为什么你建租给这个新售，让他在这边养地嘞？都还没跟你算这个账，哇！你民众党现在可以大喇喇的哦，还要出来说哦，你看，那就是你们一直要法办柯文哲，所以现在蒋万安差的要死，大家都担心会有图利的问题。我觉得他这个话我是听的。最后我要讲啦，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我觉得新售还是那个你现在新售你没办法擒了他了，因为人家就是于法有据。那现在内政部今天不是出来有最新给这个台北市政府一个方案嘛，就说你把它当做这个改标租办法嘛，你可以专案给辉达嘛，因为这个跟金华城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毕竟还是地上权，这个土地还是柯市府的，对，所以不要有那种被害妄想症，觉得还没有做是图利。现在那个刘世芳已经给你指引这条路了。来简短回应一下对，所以现在很清楚嘛，T16别忘记了那时候 T16标多少，82亿。你说金宝那块，金人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现在可以喊到140亿。表示真的是有那个价值啊，所以当初也证明了不是蒋万安图利啦，柯文哲这一块减掉，要真的去办这条。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整个辉达已经牵动到不只是台湾在产业链上面各方面，甚或连政治上的氛围，大概都已经牵动到。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是这样希望，那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会关心到花莲光复，明天开始是个国庆假期，那国庆假期，那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人会愿意要去到光复去帮忙。当然，你看到国军弟兄有一直在做这些，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三柱视察，卓荣泰有宣布马太安堤防第一道防线完成，马太安的便桥设计完成，但是后续那当然是漫漫长路。在这个时候，你听到的是，来一下，是傅文琪说，这些亡灵一定会沉冤得雪，所有这些腐败失职的官僚都应该受到相关法律的制裁。这时候，因为花姐也在查嘛，我讲该负责任的一个都跑不掉，不管你叫中央叫地方，如果有要负责，只是在这时候用这样的一些词，是表示他对于花莲就在这一次里面，所罹难的那些同胞们感到很不值。怎么会？就是因为腐败的失职的官僚。对，我觉得你如果问我说这是几条，19条吧，19条亡灵应不应该调查清楚？那调查清楚，第一个从基层到所谓的中央都应该该查的就应该查。
花莲县政府的强制迁离有没有做好嘛？至少大马村做得很好，大马村村长要给予肯定，他救了所有全村1000多人的命，没有被所谓的受到生命的危险。那没有做到的呢，当然要办啊。从中央，我也没有说中央没有问题哦，中央譬如说河川局。到底那2个闸门的那个缺口为什么会造成？那个是不知道第几河川局管的嘛？那个属于水利署管的，该办的就要办，因为办完之后你才有国家赔偿的问题。国家赔偿不是为了说赔偿这些亡灵啊，国家赔偿是给这些亡灵一个公道，所以包含行政调查跟司法调查都要介入。为什么傅昆萁最近的声音特别大？我不知道。所以傅昆萁，你不要只对所谓的中央在质询的时候，针对法务部长谈的叫做中央的责任，而你县府的责任都不去谈它了。中央有没有责任？对于这些相关的，包含撤离的问题，包含所谓的提防的为什么会破题议题的问题，包含你的监视到底有没有及时，是不是给不够的时间？我觉得全面都调查，全面调查才能给国家亡灵这些公道嘛。但是现在是救灾，现在叫补偿，现在叫做安置。这些东西才是现在急的事情嘛。花检已经介入调查，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司法调查完之后，调查报告包含行政调查都是事后的事情，那属于国家赔偿的问题。但是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叫补偿跟救灾嘛。所以为什么张俊议长他就想到了？他想到是什么？想到说我们明天国庆日啊，给花莲成功，我们光复乡一个最好的国庆礼物，就是我的马太岸溪桥已经可以通了。便桥，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只有193线道，现在的台9线已经可以通了嘛。可以通了之后，不管是救灾或者是灾民要去花莲市做相关的采购，都会比较便利嘛。所以这个桥的通，就表示中央的交通部在最短的时间可以让台9线畅通，让光复乡民跟凤林乡民可以透过这个便桥，可以直接的到花莲市区来做相关的一个补给的动作，或者让所谓的产值超人可以进到灾区来做相关的。现在还是需要产值超人，需要水沟的挖水沟的超人。所以傅昆萁讲这些话的时候，不如去帮灾民挖水沟啦。说真的，这些大家还会看得到。另外所谓的补助的部分，现在行政院也对所谓的一站式的服务，对所谓相关的补助，它包含很多哦，包含农业，包含工商。包含你的所谓的财产、房产，包含汽机车，你相关如果你坏掉了，要做相关的补助，都用一站式的服务来做相关的这些补助哦。这些东西都是给光复灾民，可以在国庆连假的时候，至少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诚意嘛。虽然傅昆萁你讲的这些亡灵啊，他还没有办法得到国家的补偿啊，那未来司法调查完之后，行政责任厘清完之后，就会有这些国家的补偿，对得起这些亡灵。这些东西都是给光复灾民，可以在国庆连假的时候，至少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诚意嘛。虽然傅昆萁你讲的这些亡灵啊，他还没有办法得到国家的补偿啊，那未来司法调查完之后，行政责任厘清完之后，就会有这些国家的补偿，对得起这些亡灵。但是傅昆萁还是提醒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救灾，还是对于灾民的相关的补助。来，林涛。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如果到今天为止，傅昆萁跟卓荣泰在立法院的攻防的时候，还在说这是你们的水平，结果行政院院长竟然回他那是你的茶品，这是什么样的层级的对话？那不会在立法院呢，地方的议会也不会出现这种对话耶。我觉得今天卓荣泰让人家感觉好像你没有那一个中央的胸襟嘛。其实我昨天在这个议会里面问一下那个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长的张善政市长，我问他说，如果以这种大型的救灾的状态，会是像这样子吗？包括说这一个马太安溪，它是由中央所辖管。第二个呢，一个前进指挥所在光复糖厂竟然有3个，花莲县政府1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个，然后国军前进指挥所1个，然后志工又一大群1个，4头马车进行。我问他说，如果以国家的重大灾害，其实中央是有责任去整合每一份力量的。这我觉得过去的灾害大型的都是一样，他过去在维冠发生事情，到台南跟赖清德一起作战，
通通一样，没有像这一次一个光复糖厂要分3个前进指挥所，那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为什么傅昆萁总召他讲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人负责？因为从这条溪的中央辖管到3个这个前进指挥所，到我们的指挥官在指挥室里面、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里面善效，到现在为止都还没给出交代的过程中。没有负全责，全民不会接受。小玉，你刚才为什么要看林涛？因为我觉得他都要被告了，你还继续坚持这个？对啊，你还坚持没有啊，不是要告你吗？他告我到现在没告，已经4天了啊。那为什么？因为是吴思瑶跟范云说他那是刘世芳的笑声嘛。没有，那个不是告，那个叫做函送法办。那个不是提告，那是函送，直接函送法办，反正就是要被。我赢啦，有什么好办的？灾害防救法不办，那些青鸟造谣办，我就是把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官方的 YouTube 截出来的这些，这有什么好办的嘞？我补充一点。中央有没有协助这些志工灾民用这一站式的服务就可以证明中央有没有介入？有中央有介入所有的协调，但是中央协调必须地方配合。我举一个例子啊，凤林乡的乡长，不要觉得我们凤林没有灾区哦，这个光复乡的灾区大家都很清楚。凤林乡为什么大家前阵子没有注意到？因为凤林乡长啊。竟然签结说我们的灾害已经处理完成，因此有证明，他还签字哦。纪连成将军说啊，你跟我讲说国军不用进去救援啊，所以你还签结说你的复原都已经完成了。地方有没有责任？这个乡长有没有责任？有责任。同样的，花莲县政府有没有责任？有责任。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不要去卸责，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报给中央。如果中央不愿意协助，那就是中央的责任。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中央讲说啊，你已经跟中央讲说我已经都完成了，那这个责任就是地方的责任。来，1分钟来周姐。我觉得应该是说了。这个行政院长跟傅昆萁在这几天，其实网络上很多短影音就把它全部都截下来嘛。为什么？我觉得不管谁有责任，最后检方会调查。那但是傅昆萁讲的好像一副他一上来就讲说，感觉国家没有中央政府了，就是直接先卸责说中央没有去处理花莲所有的救灾。那你用这样子一个模式，那当然这个行政院长会讲说。中央有下去，第一时间也下去了。那中央下去的时候要怎么样？地方怎么配合？你要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那但是你看，从第一次这个院长下去，傅昆萁是吵架，再来总统下去，这个花莲县政府没有要派人来。那你要怎么协调？你要怎么协调？我们要怎么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那就变成说，那你不愿意来配合，那我们刚好就自己处理，因为现场很乱嘛。那大家就说，那我来处理国军，那志工有什么什么？那如果当你县政府看到说，那中央已经在做了，那你是不是说，那我们可以来协调，全部来整并？那所以你不要把的好像讲的就是说中央都没有在做协调，有你去地方看，所以请你看看最近所有很多灾民拍了很多短影音。就讲说啊，很多都是来拜托中央，然后国军来了，那他们也去拜托国军。有人讲说谢谢花莲县政府吗？甚至还有人说在挖水沟挖到一半，在那边生气讲说叫傅昆萁来挖啦。这是灾民讲的，不是我们讲的。那因为这是很多的短影音，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说不用去借任何责任。那花莲县政府有没有责任？那减掉去。那傅昆萁不用去到中央的时候，就直接劈头就讲说台湾没有中央政府，好像讲的中央政府毫无作为一样。毫无作为的是花莲县政府。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花莲光复，刚刚讲到说，不管是光复或旁边的一些地区，任何一些的灾情，然后包括透过大家这么多天来，然后一起的努力，不管是产值超人、国军啦，所有这些，那都是希望能够让光复慢慢恢复正常一些生活。接下来连假一定还会有很多台湾人表现出像这样一些的爱心。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那对所有国内刚才大家所讲到了，包括回答的问题，包括国内政坛风气的一些的问题，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